看完这集，大家就会明白蜡笔小新20多年间为什么能长盛不衰，并且每部剧场版评分都很高。而今天的这部蜡笔小新谜团，网友都说15年内最佳，近年最佳，最佳，因为在这里找到了我们青春的答案。时隔20年，小新终于要上小学了。而在这之前，他们一行人报名了天春学院持续1周的入学体验，这是号称第1的全封闭式超精英学校。刚到这里，园长就给每人发了一枚天字的精英徽章，初始都会有1000的积分来作为接下来的考核标准，表现好就加分，反之则相应扣除，这是园长引以为傲的教学方式。可向来调皮的小新只说了一句好粗的眉毛，就被扣除了96分，作为言辞不当的惩罚。在这里吵架扣分，不好好上课扣分，反之维护环境加分，答对题目也加分。而全校第1的同学已经拥有了1亿多的积分。风间崇拜地问怎么做到的，他说只是普通的学习，随便考了个全科满分而已。第2名也拥有着9000万积分，都是从各项比赛中获得冠军从中得来。但他在化妆的同时，积分也在一点点的往下掉。然而他却无动于衷，认为随便打比赛就会几倍的赚回来。由此可见，这个精英学校的制度存在着巨大的漏洞。积分多可以享受着各种优待，法式料理、高级餐厅，排名第1，甚至有定制的螃蟹火锅。而普通学生就在大众食堂，像小新这些积分低的，只能在门口拥挤的小摊，即便使用浑身解数才能排到一块炒面面包，甚至还会遭到同学的争抢。而作为天春学院评分最低的，就是这个头戴面具的33代班长，已经负8000多万积分，但他似乎并不坏。驱赶走要抢食物的同学后，还直接一拳打翻了智能 AI， 似乎对这种制度十分的不满。一天天过去，调皮的小新每天都会出错，积分一点点的在掉。而一心想成为精英的凤间，积分却持续的升高。直到这天发生了变故，小新5人捏了一个假面超人，但 AI 判定全员扣分，因为假面写成了版面。小新倒不以为然，还开心的蹦蹦跳跳，但非常向往这里的风间，由于积分减少，因此陷入了烦恼。就在这时，智能 AI 偷偷告诉他有一个能加分的小方法，只能告诉风间这种烦恼的优等生。风间本来还不在意，直到被小新带的不停扣分，差一点就变成了负数。这一晚两人大吵了一架，因此风间决定前去通往精英的捷径，殊不知等待他的却是危险。这是蜡笔小新中最具难度的一集推理，全程都可以猜凶手。和小新绝交的风间来到钟楼，想找到成为精英的方法，却不料被传说中的吸血鬼咬到了屁屁。昏迷前，他踢掉了凶手的面具，因此看到了他的真面貌。可是醒来后，他像小新附体一般，似乎变成了一个笨蛋。为了找出幕后真凶，小新一行人来到案发地，发现风间昏迷前在地上刻下了33的符号，于是开始调查凶手。全校倒数第1的班长正好是33代，并且头盔下的嘴巴和咬痕相吻合，非常有可能就是凶手。还有养了一只蜥蜴的同学娜娜，总是悄悄潜入钟楼，同样存在着动机。以及带队的学生会会长，因为跑步样子太丑，从天班降到了春班，因此把大家都变成小鬼头，重回天班，也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由于不知从谁下手，小新一行人找到了全校第1，可还没等出答案，第1也惨遭毒手，被送到了和风间同一个教室。于是先找到33代班长，可外表凶狠的他却经常抢食物分给积分第1的同学，嫌疑排除。偷偷跟着怪同学娜娜来到钟楼，发现他来钟楼只是为了照顾2只小蜥蜴而已。可还没等他们查出真相时，凶手已经瞄准了下一目标，正是蜡笔小新。现在已经被抓进了钟楼，凶手按下仪器测试，但既不是精英，也不是笨蛋，而是动感超人。这时风间不知怎么跑了进来，误打误撞进行了2次实验，四周乱冲时碰到了墙壁，这里竟然不是钟楼，而是一直无人问津的图书馆。同时偶然经过双重实验的风间，竟然意外变成了超级精英。新将几人终于找到了这里，但凶手抱着风间，利用厕所内隐藏的机关，从大楼上方逃离了这里。小新4人紧随其后，顺着机关一路追逐，竟然追到了钟楼。原来凶手是在图书馆作案，然后将受害人借此送回钟楼。虽然得知了作案手法，然而凶手已经逃离了这里。但是第2天学校大会上，小新等人径直走向了演讲台，因为小新已经发现了真正的凶手，竟然是同样被咬的全校第1刘石同学。原来在昨晚的战斗中，小新恰好从他身上发现一块螃蟹壳，只有全校第1才能吃到螃蟹火锅，并且风间留下的33符号其实并不是数字33，而是不戴眼镜的全校第1。小新趁机拿下眼镜，原来真的是他。被拆穿的流石也不再遮掩，他坦白这样做都是为了带队的会长，因全校第1孤独的流石，只有会长愿意和他交流。为了帮他重回天班，才决定发明成为精英的仪器。如愿以偿，他成功了。然而这马桶揣子的模样，估计没有一个女生能够接受。
没人相信这玩意真的好使。但风间这时候出现，因为他已经是精英中的超级精英，但小新却认为能够得到炒面面包的人才能算得上是第一，因为这比成为精英可要难得多。于是，在大家的见证下，两人决定进行比赛。风间夺得第一，那么全校的同学都要使用仪器成为精英。如果小新获胜，那么风间就要答应回到曾经的5人小队，决斗一触即发。为了战胜蜡笔小新，成为超级精英的风间摇身一变，竟然穿上了一套全新战甲。为了让他重回5人小队，小新一行人决定赢下马拉松。然而哨声刚刚响起，风间就一马当先冲了出去。路过的风间妈妈看到儿子变成这样，瞬间吓得直接晕倒。可无论小新怎么追，也不可能追上穿着战甲的风间。关键时刻，学生会会长赶到，他决定不再考虑他人的目光，即便奔跑起来表情太丑，也要帮助小新他们赢得胜利。于是放下了一切顾虑，化身成表情管理大师，背着小新4人追了上去，很快就将他们超过。可风间利用智能 AI 控制着大量空中机器人发起进攻，数不尽的粉笔打向他们，只能暂时停止前进。小新说他耍赖，风间也感觉不妥，但智能 AI 认为不择手段获得胜利，这才是超级精英。他的歪理被大家听到后全都不认同，但比赛还在继续。33代班长也带人赶到，帮助小新他们排除困难。マサオ、この息苦しい世界をお前が変えろ。お前が34代目天カス学園番長だ。行け。一路上危险重重，数不尽的机器人拦路。怪同学娜娜带着蜥蜴也前来帮忙。看着小新他们一往无前拼命的样子，全校的同学们全都为他们呐喊助威，校乐队也一同加油。这让智能 AI 不能理解，明明风间赢了，大家都能成为超级精英，为什么还要为有点笨笨的小新他们加油？而小新只说出了一句话：为了拦下机器人的攻击，伙伴们相继一一倒下，只剩下小新和风间2人。AI 不停地重复着什么是青春，他的程序一直都不能明白，但小新给了他一个不算答案的答案。恢复正常的风间依旧是全力地向终点冲去。俺たちカスカベ防衛隊でしょ。そんなの今だけなんだよ。いつかみんなバラバラ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。新しい友達がどんどんできちゃうんだ。分かってるのかよ。全然分かんないぞ。俺今しか分かんない。焼きそばくださ最后两人算作打成平手，并约定等正式成为了精英再来一决胜负。はじめくん、ごめんね。しんのすけ、ごめん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也许对孩子们来说不存在无意义的事情吧。什么精英不精英，也许童年的快乐才最重要。感谢这个顽皮又淘气、爱跳屁屁舞的少年，给我们童年带来很多的欢乐。不管是怎么样的青春，都希望每个人在回忆起来时，脸上都会洋溢着笑容。